Hello， 大家好，我是 AD， 欢迎收看 AD 爱理财。影片开始之前，请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分享。看完影片之后，请在底下留言。最近在帮几个客户在进行投资的时候，我发现了很多身为人父人母的客户，他们心中最大的挂碍不是自己的养老规划，排在第一顺位的通常是想要为自己的小孩准备一笔长大之后上大学时所要用到的教育费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夙愿可见一斑。马来西亚人对于教育的普遍看法是：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因为大家都相信教育可以改变命运，日子过得再难再拮据，也会省吃俭用的想尽办法让小孩子读书求学。因为所有家长都希望把最好的资源都留给小孩，所以很多父母都不愿意多生子女，造成了马来西亚人的生育率逐年降低。难辞其咎的可能是高速通胀的生活费，但罪魁祸首其实是生养小孩的费用。婴儿时期的奶粉、尿布算是小儿科的开场白，长大之后的教育费才是真正让人折舌的重头戏。而聪明的父母亲则会在小孩出生以后，马上开始为小孩将来的教育费做储蓄规划，等哪天小孩真的要出国留学时，才不至于措手不及。根据马来西亚高教部2019的报告，我国有超过7万个学生在海外留学，其中最受欢迎的留学地点分别为英国、爱尔兰、台湾、澳洲、埃及和印尼。一般在本地读大学的花费已经相当惊人，更不必说到国外留学。但许多人把小孩送出国留学，为的不单单是去读书然后拿一个学位回来这么简单。在国外留学的过程，可以丰富小孩的人生阅历，增长见识，开拓眼界，让他们了解国外先进的知识、文化、技术和管理经验，还可以拓展生活圈子，认识更多朋友，对小孩以后的人生绝对有所注意。唯一的顾虑就是在国外留学所需要的费用往往是本地大学的好几倍。以下我找出几个热门留学地点，以2020年的生活水准计算出来每年需要的学费和生活费，提供给大家参考。台湾一年学费马币16千，生活费20千，总共36千。马来西亚一年学费马币25千，生活费29千，总共54千。纽西兰一年生活费马币95千，生活费49千，总共144千。新加坡一年学费马币118千，生活费51千，总共169千。澳洲一年学费马币113千，生活费61千，总共174千。英国一年学费马币139千，生活费48千，总共187千。加拿大一年学费马币16千，生活费75千，总共191千。最后是美国，一年学费马币241千，生活费63千，总共304千。根据以上的数据，就算在最便宜的台湾和马来西亚念书，一年马币50千少不了，4年下来马币200千，这是最廉价的选择。如果要去纽西兰、新加坡和澳洲，没有700千的马币你可以不用想，而且这些花费是按照目前的生活水准，如果再加上18年后的通货膨胀，每年以3%来计算，200千到时候就会变成340千，700千会变成120万。哦，还漏了一个留学大国美国，到时候你还敢发美国梦吗？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预先为小孩子准备教育基金是何其的重要。现在就以就读本地大学为例，教育费的目标是200千马币，假设投资回报率为8%，父母每个月为一个小孩储蓄马币400元，18年后可以得到大约195千的回酬，算是勉强达到了最低要求。也就是说，各位父母亲们，当你们在张罗小孩子的尿片、奶粉的时候，千万别忽略了，也要每个月定期定额的帮儿女累积教育费用。古代人在小孩子一出生的时候，就会准备了几缸好酒，藏在地窖，女儿长大之后，婚嫁时拿出来当嫁妆，称之为女儿红。男孩长大后科举高中，或者娶亲时拿出来宴客，叫做状元红。现在父母不需要为
为小孩准备几缸好酒，而是需要为小孩准备一个好的投资计划。18年后，小孩子长大了，就拿出来当做他们读书深造的状元红。各位睿智的父母们，想知道应该如何为你们的小孩打造一个教育基金吗？欢迎联系我，我将告诉你们如何帮助你的小孩酿造一缸醇厚浓郁的状元红和女儿红。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别忘了帮我按个赞，留个言。我们下次见，拜拜。